原来替流言守关的是于剑王。邵建州已经对上流言，要速战速决。你先去救钟姑娘。快！不风黑火，月灼气势。赤日阳十连绽放。不忍不轨，何必苟活？不要告诉我，玉罗宫一战，你真的信了他的伪装？做坏事，只要不被发现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和剑王城的百年基业成为你错信的代价。唐立慈，你果然是个怪物。于其凤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当然可以杀我。今日你将剑辉困死于此地，明日再杀进剑王城，杀进碧落宫。整个江湖杀得血流成河！然后放出关押在茶花岛的追随者，他们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赢回一阙阴阳，顺生逆死，就像10余年前一样。哼！他说的畜生！你既然是这么想的，那我就帮你圆梦。一阙阴阳，你果然是一阙阴阳。碧落宫、剑会都是你以退为进的借口吗？福儿啊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你这就杀了一阙阴阳，以祭奠你牺牲的壮举。看到了吗？是他一直在利用你。八戒，唐立慈，八戒，你为什么要拔剑？你相信一阙阴阳，却不信你父亲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父亲。去死吧！还是做仇人，不做父子。一起用势险些坏事。
阁下如何称呼？鬼牡丹。对不起。你在此地调息静雅，等待接应。与七凤拖延太久，我先去救钟姑娘。不知道唐公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小石，小石，你没事吧？预感，师傅，有危险！此阵已开，所及之处，皆为我武境施展之地。画地为牢，自困囚笼。刘演平日里就是这样自怨自艾的吗？尊主命我拖延唐公子片刻，凭着牢笼和迷烟，就想困住唐公子，可别小瞧了这囚笼。公子一旦离开了这个囚笼，这位钟姑娘可就危险了。除此之外，尊主还为我留下了一个东西。此物名为水中花月镜，不仅可以将你们行动一览无余，还能让你们观赏风流店如何屠戮中原剑会。不过唐公子、钟女侠大可放心，你们所在之处非常安全，只需等他们都死光了，再出来为他们收尸即可。钟姑娘，你撑住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无我既无相，你看到笼中的我，本就是虚妄。唐公子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就算练一辈子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，我想佛了。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被救赎。你就是他们说的怪物。花无影，跟我来，我需要你这被世人厌恶的力，对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。
帮助用你这怪物的力量，帮我杀掉怪物。所以我活着，就没有想活不想。我活着，都是为了尊主。剑无声万花花。不值得，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人界归一，燕尘轮回镜，青鱼白水银，平川无照剑之灵。深爱的人草，如不削剑，负恩情。为人一本，复为人；恩师一本，复恩师。空行碌碌折叶衣，无脉人生皆落雪。归去，归去，归去的起身自尽。13千剑。牡丹楼的一草一木，都由我亲手浇灌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。这辈子能为尊主赢下唐丽慈一次，自又何惜？天魔解体大法！我这一生真的活错了。倘若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不要再被人抛下。你命里清源淡漠，全财两空，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东西，你得拼了命去争取，才有一丝可能。只要错过一个机会，全盘皆输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而钟姑娘还在粉饰太平。但如果我是你摊上的这种，我就安心的做个普通弟子，还争什么呢？如果我非要争，钟姑娘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？我要成为主宰命运的人。
青尸骨，这东西若是钻进了你的脑子，想要再取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推子，八戒，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到底什么是真？不是让你原地等接应吗？你在此地调息静养，等待接应。愣着干嘛？跟我来。少监主，看来你是撑不到唐公子来。谁说我身子骨不行了？少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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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少监主，多了你们几个也一样。有种你放马过来！这是血。这是花无言的血，他死了，但他的死会给你们带来一份大礼。唐烈所留的阵眼标记。找印记，快！好。老魔，你的解药丸不起作用了。我哪知道，这玩意儿它还能变异呢。大家要撑住！牡丹楼于我而言不够浮云，舍弃又何妨？若我把太和剑的力量全部释放，肯定可以解决流言。既然局面无法扭转，起码要让这魔头陪葬。九该星辰，玄妙之妙，看黑夜而开明，为天宇而有序，应山川而为护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碧落宫重归洛水，幸得唐克尊相助。若江湖有难，碧落宫可借九霄雷云之法，助剑会出奇制胜。婉玉公主，拜托你了。毒蔓四起，丧天之德。无似星辰者，婉玉月旦。掌星之舞，抚借天地之灵，围攻开道，降临萧恶。
一仗你已然落败。牡丹楼你可以舍弃，战友你可以舍弃，方舟所传之正道你也轻易舍弃，但我却绝不会舍弃剑会中任何一名弟子。我以太阿神剑为誓，是要保全所有弟子的性命，更要亲手斩下你这魔头之首，即便为此粉身碎骨，为正义而战。何惧之有？若是在其他地方，恐怕会有命丧此招之下。但我能将你们诱入此地，自然不能毫无准备。这正是我为太阿剑准备的冰花光，和3人之力专等击剑的那一刻将你控制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少剑主，世间若有好奇，方舟何至殒命？少剑主，师父。川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刘烨，花无言因你而死，像这样无谓的牺牲，你还要重复多少次？这句话应该送给你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川儿，川儿，川儿。除了这样拙劣的挑拨，你还会什么？拙劣？能比你在碧楼宫骗我的话更拙劣吗？我去过周地楼，那里分明什么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将你擒住，再与你说清楚。无害的人去欺骗，相信你鬼话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你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办到，这中原剑会，就是因为你的自信而毁。教门主，所有蛊虫都攻向了唐公子那边。以唐公子命令行事。通知宴营点火。刘烨，你将所有后手都用来袭击我，就已经花光了手中的底牌。收官时刻已到，这就是我的加倍奉还。唐离慈，牡丹楼送你了。这样下次再见时，你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呢？
看见了，你看大楼被打下来了，被打下来了！单方堂堂主女侠钟春晴，这一切都是他给你的赏赐，没有一样的真正的属于你自己，所以你拼了命都要维护他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觉得我毫无价值，那你何必多费口舌，杀了我便是。钟姑娘的内心何尝没有一只怪物？死伤了不少弟兄，也怪钟师姐太讲立功，不听指挥擅自行动。别这么说嘛，这本来就是要攻打风流殿，早打晚打都是，这么说被人听到多不好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为了救钟姑娘，还要将多少豪杰命葬牡丹楼呢？谁？钟姑娘，是我。唐公子呢？我师父呢？他们在万花殿说话。你怎么起来了？要多多休息啊。钟姑娘，受苦了。没事了。在沿线的时候，阿谁也被关押折磨过，是钟姑娘救了我，那种绝望真的很难受。幸好我们现在都平安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昏迷的时候，唐公子来检查过你的伤势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这是他给的药，只要按时服用，很快就会养好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阿谁。蒋建主，你来负责安排守卫巡山，警戒好云山四周。至于给各堂派发药材、照顾伤员，就由季建主负责。吾等尽力而为。唐公子，先前对你有诸多误会，蒋某惭愧。这一次牡丹楼之战，唐某理解，蒋建主不必放在心上。忍着点儿，咱俩在这儿吐血就难看了。谢会人员负责，如今各堂同心，实在难得。此番多谢婉玉公主相助啊！要不是公主，剑会的损失恐怕会更大。既是同盟，相助本就应该。可惜没能将他们彻底铲除，搜遍了牡丹楼也没有找到刘琰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线索。不过能炸掉整个牡丹楼据点，逼得刘琰弃掉老巢，人心振奋，也不算完全没有收获吧。是啊，只是朴珠先生依旧没有消息啊，不知他还是否平安呢？这样看着，天地真小，但看得久了，却又觉得这小小的夜空，就像是一个漩涡，不断的旋转着，将人卷进去。我们死在这里，算不算死而同学？
陶姑娘为什么加入风流殿？陶姑娘才貌、智慧、武学俱是当世一等，为何加入风流殿？先生是想夸奖我的美貌吗？你确实有引以为傲的美貌，但这并不是在下的问题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友，今日方想与奴家谈心，只是想要知道别人的秘密，不是应该先说出自己的秘密吗？我其实是前朝太子，当今圣上是我堂兄。你是前朝太子？一阙阴阳之乱，是我父皇宠心奸人而起。我虽身为太子，却没能阻止父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灵涂炭，数十万条人命，即便只分1成给我也救赎不了。因此，我入天境阁修行。那你就更应该杀我，杀了我才能救更多人。你用性命做诱饵，就只是为看在下堕落的一瞬间？似先生这般意志坚定之人，落地时的声响必然清透响亮。在天境阁修行时，我因懊恼自己无能救下那些人，心魔横生，险些走火入魔。是我师父告诉我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在下是天下间还活着的人最该死的一个。我若没死，别人就更不该死。我若不能原谅别人，就更不能原谅自己。姑娘常戴此珠，未必没有从善之心。朴珠先生，我这珠子里装的是剧毒，朱砂。可以为毒，也可入药，皆在姑娘一念之间。你做什么？你若死在此处，那就是在下害死的你。我双腿受伤，但功力尚在，只要为你疗伤，你便能脱困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风流殿的西宫主。我没想感化谁，只是不想再背负人命。你若再走，自会有他人收拾。只是那时，或许已不是在下所能干预。此番牡丹楼之战，西方桃也未现身。他和朴珠先生，要么还在继续鏖战，要么已经和解。虽然到现在还未找到朴珠先生，但在唐某看来，他与西方桃应该都还活着。打这么大的架，为什么没人叫我啊？啊？我叫你办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可不得了！我跟你讲，还好我去了。回去再说。唐某先行告辞。哦，走。哎，我这一路上的经历啊，只能用“传奇”2个字来形容。
上刀山下火海，水里游的海里爬的，我都给你经历过了。只能说吧，我脑子比较好，能活着回来给你汇报。你猜我去落魄13楼碰见谁了？巧艺乾坤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偷跟着我了？不是，你不是在打牡丹楼吗？方平斋一向异想天开，这世间愿意跟他一样白日做梦的，怕是只有同样疯狂的巧艺乾坤了。不管是方平斋还是巧艺乾坤，他们二人于风流店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个外援，而藏在背后指使一切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有道理啊，那你一定不知道是谁带巧艺乾坤去的？一个孩子。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的东西呢？只要你给我，什么逆天转命、时光倒流都不是问题。巧艺乾坤好像刚从什么地方匆忙赶来，后来我跟去13楼听见他们谈话，他们谈的事情虽然我没听懂，但也知道绝对不是什么好事，什么神迹，什么颠了个倒、逆天转命的。还有啊，那孩子能让巧艺乾坤如此重视，确实蹊跷。但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方平斋就是个疯子。刘演背后确实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被人操控还自以为是的傻子。于少侠。我有事想与唐公子单独说。你们之间什么时候这般好了？还有什么秘密我不能听？哎，行，你们谈，我去吃饭了。阿水烧了菜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于少侠找唐某何事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揭穿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修于牡丹楼刺伤你的事，我恨你利用剑王城，更是一直在怀疑你。我想报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过就是想要报仇而已。我若是你，我也会想要报仇。江湖人，报仇不分对错。唐离辞，你如此一次次卖给一个仇人恩情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在这江湖上，唐某的仇人多如过江之鲫，我为何要卖一个仇人恩情？你如果心意坚定，一心想要报仇，又为何会在刺完那一剑之后，没有其他动作？又为何不跟着于气凤一同加入风流殿，反而回到这中原剑会来？于少侠，你这一剑，对唐某而言无关紧要。燕王，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那日在剑王城，幸得此剑，方能将毒物镇压在500丈内，剑王城才不至于被全毁。你实在不必将这恩情记在唐某头上。只是，你若不能将此剑开封，现在的你，就连说原谅唐某的资格都没有。唐公子来了。
少建主找唐某是有要事商议吧？坐，这里啊只有咱们2个人，哎，不用装了。这漫画店里面咽下去的血，现在可以吐了，我刚吐完。唐某不至如此。哦，多谢。这次大战，剑会伤了元气，风流殿呢又受到了重创，不得不暂时蛰伏。所以眼下有一件事情更为重要。唐公子，你在碧落宫里面受的伤还没痊愈吧？这次在牡丹楼又是伤上加伤啊，所以寻访神医替公子恢复战力才是重中之重。毕竟江湖太平还全系于你一身。唐某可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。公子或不是为江湖太平而来，但我会把刘演交给你来处置。果然，少建主是懂得如何谈判的。哎，谬赞谬赞，唐公子你就安心养伤吧。这剑会的事呢，就交给我与众剑主来支撑。只是，神医大多隐居世外，就算唐某想治，恐怕也无处可治。哎，这个你放心。据我所知啊，咱们剑会里面正好有一位是神医水多婆的故交。如果能将这神医水多婆请到中原剑会来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没去。这山风吹得有点凉啊，本山人该不会是风寒了吧？哦，少剑主，唐客尊。哎，少剑主，唐客尊。阿长，最近练功练得挺好啊。刚才我看你啊，这手背要抬高，出拳才有力啊，是不是啊？小七长个了啊，快赶上你三师兄了。宝宝，昨天我看到你把饭食里面的青菜给倒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少剑主还是被你发现了。那当然了。少剑主，你管得可真细。那我们现在去睡觉了。去睡觉吧。走喽，走喽。年轻人呐，真是应该出来走动走动，跟朋友在一起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。奶茶，我爱优乐美，邀您继续观看。春儿，今晚厨房做的烧鸡香得很呐，你吃了吗？要吃点东西的，这样伤口才好得快。师傅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春儿，牡丹楼一战其实不怪你。师傅，我累了。好，那你休息。原来，少剑主的忧思与钟姑娘有关。我早知道你看出来了，所以你才会用了心思让我来这儿。你也看到了，春儿她把自己闷在屋子里面，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跟其他弟子往来。其实大家都已经不怪她了，可偏偏她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，不肯放过自己。唐公子啊，你……少剑主放心，唐某知道了。啊，多谢唐公子。哎。
么要救他呀？都是他害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是少监主的徒弟呢？按照唐公子的原计划，这牡丹楼一战，剑会绝不会胜出的。还有回山的痴心妄想，对，痴心妄想，痴心妄想。别杀我！为什么还要去救他？都是他害的。都别杀我！放在门口就行。钟姑娘，唐公子，方便吗？请进。唐公子在牡丹楼下救了我，我本该向你正式道谢才对，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。面对你，牡丹楼一战，因我之事造成了很多损伤，都是牡丹楼一战留下的损伤，若是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，那也该是唐某这个做主帅的来承担。钟姑娘，你不必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更何况，决定攻打秀玉牡丹楼时，剑会人心振奋，并未有丝毫的不悦。唐公子，你总是这样，你这样安慰我，我不会有半分好受。唐某到你这里来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安慰的，而是剑会正值用人之际，少不了钟姑娘。唐某明日即将远行，我也想可以安心离开。相信少监主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觉得剑会还会需要我吗？钟姑娘过去没有犯过大错，没有犯大错的教训，唐某倒是有一些经验。我曾经因为走错一步，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遗憾，只能背负着错误，在黑暗当中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因为别无选择。可是若就此消沉，那才是对逝者最大的辜负。所以背负的越多，越是要向前走。背负着这么重的担子，岂不就会很容易摔倒，被人嘲笑了？摔倒了就爬起来，别人嘲笑你，你就让他们笑。走到柳暗花明时，往日的刀枪剑戟，不过只是些许风霜罢了。可是谁又能做得到呢？谁能做得到？唐某曾经认识的钟姑娘，她一定做得到。
天色已晚，唐某就先告辞。谢谢，唐公子。中原剑会那群王八蛋，真的毁了大半个牡丹楼，可恶！不长眼的畜生！国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参见班主。飘零霉运的一草一木，你都不能动，就算摘下一片叶子，都得填命。是。白素车，让你收集的黑土里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。我出去又回来，你都还没想好？沉着才能取胜，快点！别抱怨。尊主留下的这盘残局，班主曾经说过，风流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班主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尊主说的有道理。此时此刻，班主还有心情下棋。牡丹楼虽然损毁，但中原剑会又何尝不是大伤元气？双方都需要休养，那就暂且收兵，养精蓄锐。这是一种博弈，而棋局同样，博弈的快乐就在于胜负揭晓的瞬间。无论是一翻两瞪眼的运气，又或者是绞尽脑汁的算计，甚至有人不惜代价赔尽家底，却又说博弈之道，小赌怡情，无胜负心，方能不执着。无胜负心，就不会赢；不执着，不成魔。你看，输了吧？这就是赢的快意，输的失落。我虽然输了，却没有失落。请尊主好生养伤啊！他是风流殿的主要战将，你带回来的残兵败将远远不如他。难道西方逃跑了，变成西方逃了？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没有人能逃过风流殿的掌控。公主，这便来辞行了，不多在剑会做几日客。很久没有离开过碧落宫了，这次出来待久了，还有些不习惯。
牡丹楼一战，险中求胜，晋会上下还得感谢碧落宫出手援助。不过，我想公主此刻更关心的，应该是朝廷对碧落宫的态度吧。这当然是本宫在意的事情。不过，更让我好奇的是，公子的变化。短短10几日，公子的心象就变了。如今的唐公子，愿意袒露更多。公主啊，窥看他人内心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。我已向义父传信，向圣上禀明碧落宫之功。多谢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；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人不学，不知义，又忘了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。看来我好奇的事情已然有了答案。唐狐狸还没回来？公子的变化，是因为他们。吃不吃啊？不行，师傅不回来，谁都不许吃饭。阿谁的手艺极佳，婉玉公主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。不了，唐公子，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的。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坐，等你半天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快！饿死了？不是我说你们怎么能背着我去打这么惊天动地的仗啊？不是要饿死了吗？怎么了？又不死了？都怪你！你们为什么偏偏让我那个时候去盯梢啊？绝交，必须绝交！一炷香。呵呵。雪仙子前辈来了。前辈，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啊？少监主说，只有你知道路。我的筷子。还有什么路啊？一炷香到了。别多管闲事啊！你到底要去哪？去游山玩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唯独不带你去。阿谁的手艺还是这么棒啊！前辈，小狐狸，现在知道叫前辈了。什么叫少监主说我知道去那儿的路？那明明是只有我知道去那儿的路。唐某是想说，上个月欠我钱的利息还了吗？什么利息？什么利息啊？月算，我不知道。还不起钱，拿什么抵债啊？行了，不是去找水多婆疗伤吗？这么令人喜悦的事情啊，谈钱多伤感情啊！哼，那个神域水多婆，你终于要去治你那老毛病了，你这次一定要带上我了。师傅，我也要去。路途遥远，你就不便去了。要去。你去牡丹楼的时候，小石很担心你。只有小石担心他吗？除了小石，其他人都不担心他？小狐狸啊，被人担心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前体会过吗？
那便一起去吧。嘿，去吃饭吧。志云，再吃一个。老沈，吃，尝这个，尝，好好吃。公主也没别的急事，为什么不留下来和唐公子吃饭？你看出来了吗？他明明伤痛难忍，却一直在卧自强撑。公主说的是唐公子，可这跟我刚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若多留一会儿，总是忍不住想要规劝他，他却不喜欢别人窥探他的内心。所以，走吧。伤口愈合的这么慢了吗？唐公子，你也是怪物，你应该知道，身为怪物有多么真实被救赎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即便是怪物，人生也有其他的选择。化功大法，一拳一鸟，你就是这样欺骗方舟，用他圣灵的生命来助你修炼往生土的吧？曰血，曰哀惧，爱无欲，七情欲。阿离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只是神州的普通人，七情具备，或许会因此愤怒和误会。可是我信了，是不是就证明了周地楼7年的情谊？这7年的点滴是真的，可事实是周地楼的7年，全是建立在虚妄之上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哟，吃这么多也不见你长大。唐狐狸向来准时，不是说拂晓出发吗？这眼下都快天光大亮了，还不来？来了。心绪放松，不由偷偷睡了个懒觉。唐公子，你的头发……
都到齐了哈，地图给你们，你们自去吧。本山人，你小狐狸，怎么弄的？怎么头发白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前辈，你的比我还白呢。去！本山人都300多岁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你是我的债主，那本山人就送佛送到西了啊！阿水和小石已经在山门口等好了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哼，邵建主，告辞了。走了。师叔，你来干什么？春儿，伤势好些了吗？我代表师叔们特意来看望你的。哎呀，春儿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不回善丰堂的房间吗？我现在又不是善丰堂堂主。什么话呀！你为剑会立下这么多功劳，秀玉牡丹楼之战，你又身先士卒，以自己的命换弟子的命。谁要是说你不是善丰堂堂主，我第一个就不答应。哎呀，这房间这么小，怎么能养好伤呢？快回善丰堂的房间好好养伤。来人，给钟堂主搬行李。是。走慢点啊。师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本来就是钟堂主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啊。什么鬼天界这是？嘿嘿，比起本山人的风雪归尘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拜。看样子，这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。还好把阿水和小石留在了洞口。这么大的雪，我们也未必能找到可行之路。等等，你也发现这黑石头不对了？我刚才就发现它跟我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你不会不认识路，带我们来回绕圈子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能不认识路？这附近到处都是一样的黑石头。不是石头啊。准确的来说，是用来建造城池的墙砖。什么墙砖这么脆，一捏就碎了？烧脆了。什么火这么厉害，能给墙砖烧脆了？而且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不像有城的样子。有，这里有一座小国，叫孤墨国。孤墨国，没听过。我听过，情报是13楼的专长。孤墨国其实也就城池大小。瘟疫大行，为了阻止瘟疫，国王收集尸体开始焚烧，可是，一不小心，引发了火灾，一夜之间，全城尽焚。还是那个问题啊，什么火能这么厉害，给一座城烧掉？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这孤墨国王触怒众神，先降瘟疫，后降天火。天火？不是，那神医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接着探路吧，前辈。